同學，爬山啊！現在是8點06分，我們現在人在那個730的林道，我們要去走一個北二段4座百岳 O 型縱走。像我們是酸山明林加無名甘薯，都是走730林道這邊進來。好，爬山。這次走的路線叫做 AACC。為什麼叫 AACC 呢？因為酸山明林是 A 級的百岳，很多入門的人都會先來走這2座。前面會有個灘幫吧。我沒有看到那個牌子哎，之前好像會有一個車子最多可以到那邊的牌子，好像之前沒有看到。剛剛有嗎？沒有，我是說它有一個鐵欄呢。我記得之前有看影片，是有個鐵柵欄。好，前面有一個小灘幫，不過不礙事，就是算好走的灘幫。我們這次規劃大概表定行程是4天吶。第2天如果走得順，時間是很順的話，也許我們有可能3天就可以登出。那我們本來有打算是第0天吧，就是本來是想說第0天，昨天晚上先來住王小明這邊，後來覺得如果我們要過來這裡，下班後來也是很晚了，不如在家裡睡飽一點，然後再從家裡開車過來。我們是2點起來，2點40幾分從新北這邊開車過來，中途我們還在那個四季部落那邊停下來吃個早餐。到王小明這邊大概是6點40分，大概總共開了3個多小時。我們今天預估我們是從8點這邊出發走林道嘛，那我們希望理想是扎在就是27.5K 的那個黎明山的登山口，因為27.5K 那邊旁邊有個水源，蠻近的，對。然後第2天再從那邊開始走到無名山的水池。那第3天再從无名水池開始走甘薯峰。好，他們說12點多 K 這邊會有一個很大的水源，應該就這個吧？這邊蠻大的。好清楚。對啊。幫大家小科普一下，北二段呢，大家現在都會說是無名甘薯酸山明林，這個走起來是一個 O 型的路線。可實際上，北二段是隸屬於中央山脈大縱走的第2段。那從中央尖山往後面接中央尖西峰這邊開始，就是北二段的起始點。那正常的北二段，它其實是一個，如果你沒有切酸山的話，繼續走大縱走，它就會一直接到碧鹿山。那碧鹿山再走到大禹嶺。這樣就是完成了一個北二段完整的，然後要接北3段，就是從大禹嶺那邊走那個屏風山的路上起來北峰，就是正式的大北3段。那北二段的風光很漂亮，一路上可以看到就是巨石連峰，看得到中央尖山，看得到圣稜線，对，真的超美的。但是中间會經過很多個斷崖，所以走這個是真的要小心。然後這沿路上林道是蠻多那個咬人貓的。要小心。
在7300道實地採訪，請問下這個路人甲，你這次爬北二段有沒有什麼心情跟想法？希望不要太困難。沒有，北二段就是會有困難的地方，尤其是第二天，還有第3天的起燈。那我們可以直接跳到第4天。第4天，第1天過完之後，直接跳到第4。第1天不存在，不行啊！我還不知道那個酸山登山口到酸山到底是幾公里？对。那這個林道跟那個大雪山的那個林道很像。我不知道哎，看起來應該是更荒涼。可是我覺得它不像大雪山那麼多的溪溝崩地哦。大家看我今天真的是很糟糕，因為才剛剪完頭髮，現在的髮型是最呆的，太短了啦。我是應該戴假髮，真的應該要戴假髮。那你要戴哪一种？現在在路邊都可能不能夠亂做一些就是很失禮的動作，例如說像不小心覺得鼻子不舒服啊，挖個鼻屎，或者是做一些怪怪的行為。什麼叫做怪怪的行为？很多啊，人都會有很多怪怪的行為啊，就是那人就是會有很醜的時候啊。那如果被拍到，你要付多少錢？我1毛錢都不會付啊。現在走2.5公里，我們海拔大概上升了200，所以它就是一路緩緩的上升的林道，也不是說都沒有上升，還是有。然後酸山的登山口海拔大概是2800左右吧，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那個地方大概在23.2公里的地方，所以是可以想見整條路應該是不會太陡，除非你要過一些小崩塌的地形，就是這樣稍微上下一下。這邊之所以叫7300林道，就是在伐木業的時候，他會用那個台灣的公路，例如說像我們剛走那個宜蘭上來，這邊叫台七甲線。那台七甲線它這邊的林道就是會用7作為命名，第2個字的數字3就是它的支線，所以會有730、731、732這些支線。就是如果沒有這些什麼大石頭或者新長出來的樹木，沒有崩壁崩塌的話，車子是可以走的。每個山野傳奇都會有一個歐多拜。現在我們走了1小時20分吧，9點26分。這邊有一個鈴木100 Suzuki。走到遙遠的以後，褲子露出來了啦！沒辦法啊。到現在還沒有指標，快點啊！這什麼花？開整片的。哦，前面還有杜鹃呢。現在是5月，今天是5月22號，所以還有杜鹃花，粉紅杜鹃，在這上面很大顆哎。現在9點58分，
我們走到了 17.5K 的分岔路，這也就是命運的分岔路了。走無名甘薯的，只去無名甘薯就走這邊，然後明天還是後天啊，後天或者是大後天，我們應該也會從這邊回來。然後還是我們先假裝現在是大後天，那我們就回家。假裝我們都一樣。在民國67年、60到70年的時候，這條路是還是很多車是可以通行的，所以當時有一些接駁業者會載一般的百姓去酸山明林。百姓對，就是一般的人要爬酸山明林，就是直接搭這個公車，接駁車啊。那如果是長公主，她要搭什麼？因為他不是百姓，他搭春恩鳳鸞車吧，就花轎啊，就是一路這樣扛啊，這個就是搭到登山口再上去，所以會比較相对容易一點。那現在因為這樣的門檻就變高了。請問這位先生，你在這邊幹嘛？等公車啊。那你立可白寫一下，到松茂林道。到常常家，到松茂林道。松茂林道在哪里？要去大小劍山。嗨，这裡是很漂亮的公車林道，波波草區。真的很漂亮旁邊這邊就是耳吳溪啊，下去一直下去，下切大概650公尺，所以最後一天要爬650公尺上來。我這邊是有個誠信的建議，我周遭很多人去，就是把酸山明林走一趟，然後無名甘薯又再另外走。那無名甘薯他們一樣要走3天，那我會建議說，無名甘薯如果你要走3天的人啊，你不如就直接走一個就是完整的酸山明林无名甘薯的 O 型这种走，因為我後來計算了一下它的爬升跟它的那個公里數，其實沒有其實差不多我個人是不太喜歡爬山的時候走重複的路線，所以如果你是單攻的話，就是無名甘薯單純走這2座，你一定會勢必就是要來回走重複的路。那這邊有一個倒木看起來不過應該不是酸山之門，應該還在前面吧。你都已經走過一樣的路了，然後你還要再走回來，其實會膩。那我個人是喜歡就是體驗不一樣的路。如果你是3天走得完無名甘薯的，那我覺得你就乾脆走個 O 型吧。对啊，3天或4天我覺得都可以。我看到了，就是沒有等到我們就到了蒜山之門。是這個，地圖上不是這個，一定是這個。不是嗎？不是嗎？哦，很像因為它應該本來在上面看一下。是啦。對。好慘哦。林道走到7.6公里、7.7公里的時候，開始會進入一個髮夾彎。它的這個髮夾彎一路會這樣子蜿蜒上去，到海拔2800。那2800那邊就還是平路，2800那邊就是酸山登山口的海拔的高度，所以會這邊。髮夾彎的部分大概會爬升大概100，但也是這種林道的爬升，所以還好，微微上。走着，我們就走到雲裡面了。看得到對面一點點，還可以，肉眼可以，抹個眼就不行。
啊！撞到了，那么明顯，你還會撞到？我以為我通過了，但沒有。應該還剩1公里，到登山口。是芒草吧，然後待會是建築，然後應該快要到登山口了。如果有露水，或者是有飄過雨，記得雨衣雨褲穿上。走了將近4個小時，現在是12點05分，大概酸山的入口就在這裡，有綁布條。茂密的建築林上去，12點27分，大概休息到12點半，我們準備要出發去酸山，準備走吧。這邊海拔2850，然後酸山的高度是318幾，所以爬升大概中間可能會有一些起伏，估計大概爬升300多吧。酸山號稱8翠之一啊。翠就是那種翠綠的山頭，繼續鑽建築啊！又穿越一個建築海，來到第2個草原，霧蒙蒙的，蠻漂亮的。那種這邊沒有路啊？那種這邊會不會沒有路呢？哪一種路？水路啊？不知道。如果水路就好了。我们就來撿它的路腳啊，然後2900多，我看到一個水池，有2條路線，就是要跨水跟不跨水。好，好像都要跨，這裡好。這趟酸山間就是我們的雨訓了。過3000公尺，這邊是一個應該是第4個草坡了吧？看起來還蠻舒服的。它其實就一開始比較陡，後面這邊都是比較緩的爬坡，然後又有水池了。還有水池就要讓路，走旁邊這個。3000公尺的大草原，這看起來好好走哦。為什麼要下雨呢？如果不下雨，應該會更美吧。還沒到金明鎮，前面就有一個建築隧道。這個看起來蠻壯觀的。看到牌子了。酸山005明鎮就岔路了，這海拔3100多，想不到這岔路這麼上面，距離有點長，然後坡度比較後面真的很緩，那有時候還會上來，有時候下去。我們來到金信珍的弟弟金明鎮。岔路這邊下去是25K 公寮，應該大概是原路往回走吧。金明鎮的路過來之後會一路下切，下切到3077、3076，然後再上，所以這段剛剛其實海拔已經破3100多了，就大概下有50公尺，都是建築。還有下雨的泥巴，天啊，走了好久哎，都還現在看到牌子是5才到7，它到底這個是公尺還是幾百公尺還是幾公里啊？沒有積水，現在
蠻美的啊。這是營地吧？不是，這邊會下雨，會積水吧？哦，希望上去就是了，不要再有假山頭了。想到登頂前還有這種那麼密的建築林，進去碰不到人了。走了100分鐘，现在2點10分，終於到三角點了。三明治的第73座百岳酸山，我們走的密密麻麻的，啊，這好遠哦，應該有超過3公里耶。那回去還有很多上上下下，怎麼辦？慢慢走。下雨天超滑的，都是烂泥巴。刚下山走76分鐘，走比較快，但也是起起伏伏的。現在時間大概有比我當初抓的再晚一點點。對，3點，現在3點50幾，我們準備要出發往公寮走。我們再往前推2.5公里，聽說路況不好，希望我們可以安然度過。我們經過24.5的取水點，但我們應該不用在這邊取水，因為我們營地應該有水。現在走了8個小時18分，已經走了19公里。哎呦，我看到小山豬了！哦，現在拍不太到，因為它藏在那個叢林裡面。哦，小山豬，小山豬，跑下去了！4點40分，那邊就是公寮了。我們應該要繼續走，應該走這裡。看一下路啊，還有2.5公里。再來就是往7300營地的27.5K 邁進。這邊聽說路況不好，上河要75分鐘。730後面的路況也沒有想象中那麼差，雖然是比較少人走，可是還是走起來是順順的，看得到路。然後就前面的倒木比較多。那剛剛那個高繞我們沒有走。啊，工地到了。是拉繩子過上去。你走啊。好。你邊走慢。好。他們說崩壁在苦1-2分鐘，然後高繞你會苦10幾分鐘，因為高繞很多地方很難走。我經過了高繞下來的點，高繞從這邊下來，綁一堆布條。過了崩壁之後再繼續走，希望可以早一點到。就是會有一些很難走的倒木。現在6點，我們終於走到我們今天要紮營的地方了。這裡是010。6點哎。對啊，剛好6點。哦，是不是紮這裡呀？那一塊。27.5K 的水源，哇，超澎湃的。取水，我們是從上面那邊下來，大概5分鐘，3分鐘到5分鐘。這是我們昨天的營地，現在準備要出發了。4點48分，我們已經玩了2個半小時了，完全不想起床。
等一下要先走上，走吧，小心走。今天把陡升470啊，就先爬到仁代山的仁線，然後再到仁代山的那個交叉路口。一般現在很多人都會從那邊走，從仁線岔路口直接到明靈山。走不完的建築林。重裝加湿建築，我覺得这座山已經不是 A 級山了，應該要挑 B 級了。B 級，往右哦。现在都只能慢慢走，因为背包裡面好多水分哦。帳篷是水，地墊是水，還有裝滿了不想要在無名池的水，所以好重。走了70幾分鐘，才從27.5的營地走到仁代山的岔路口。我本來以為這岔路口應該會有個平地，我沒想到都是建築，很密的建築。但有些地方稍微緩，陡的時候很陡，路徑算清楚了。真的是與水跟建築瘋狂打臉的一天，應該會越來越好。走這個超痛苦，什麼8脆啊？應該是8建築吧，全都是濕的。帳篷、睡墊，還有備了一堆水。天啊！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看到草原啊？好狼狽，好狼狽！剛剛過了很多的爬升之後，來到一個比較平緩的地方，快講不出話來了。現在時間應該是快要7點，要穿越無數的建築林，才能夠來到這個8脆的景觀。不過現在看起來霧蒙蒙的，對，上升大概60-70公尺就到三角點。让带上去，雾就散了，但好像不可能。得來不易啊！天啊，3272，我們走了2小時19分，現在7點15分。是我們三明治的第72座百岳，74座百岳，太辛苦了，怎麼會越越辛苦啊？雲面山景觀，其實視野應該很好。7點35，準備要繼續前往雲明東岸營地了。好像真的有一點太陽，可是霧還是很多，好可惜哦。雲明山這邊的景觀其實很漂亮，只是因為風很大，然後又有白牆。其實走在這個樹叢裡也是不好走，因為它就是很多。也是建築叢，還有一些樹林，然後夾雜，有時候路基也不明顯，
也是稍微需要一點找路的判斷能力。像這個就算清楚了。好，7點53分，這就是公安營地。這邊有上營地跟下營地，然後去跟着我們這邊走，看一下，這營地應該可以扎5、6個帳篷吧。這就是剛剛被白牆籠罩的無名山，然後對面的山頭，那個巨石岩峰啊。我們正式來到了無名山的範圍，就是這種嚴厲的。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就是旁邊，就是我們剛剛要上來的時候那個斷崖，這準備前往無名溪，會一直往下走，走在這個人線上，然後這個角度可以很清楚看到中央尖山啊。這就是我們上個月間隔，這個旁邊有雲海啊。哦，好大，好大，好大，漂亮哦！这角度是看得到往南線的。这是雪白峭壁，对，要小心過哦。是走在悬崖峭壁邊，很长的過來。继續走。我覺得天氣好一點的時候，走起來比較心情比較不會那麼差。雖然一樣有建築，可是就會真的有差欸。還有可能是這是下坡。無名溪的西峰就是從3200下降到3000，然後再往上爬西峰。現在越過這個小邊坡，旁邊還蠻高的。走到這裡了，這邊看到這個斷崖就代表走對路，然後前面這一段路徑真的不明顯。我們剛剛一路要往左切，然後再回來，因為我看前一個離線地圖是這樣走的，但步調其實一直都在懸崖邊，對不對？這也是一丈千里，繼續走，不知道無名山西峰還有多遠。我们還在下切中，然後還沒到鞍部，但這邊已經可以看到無名山西峰跟無名山主峰的壯闊，待會有得受了。下切100多公尺，結束了。接下來下切到底了啊，還沒下切到底哦。你這樣海拔多少？可是我剛剛看地形，這就是要上切了。手錶啊。我們在最低鞍部這邊休息了一下，曬個太陽，裝備都好濕哦。裡面都是濕的，所以背的重量都變重，準備要前往無名西峰的上坡了。不知道能不能在12點前趕到，爬升要300多。好。上無名山西峰之前會有一個高度大概3100的
站，就是一直走人線上去，然後這邊會再下切一些，然後再上無名山的西峰，它高度是3232，繼續往下切，希望不要下切太多。看到拉繩就害怕，前面就是無名西峰了，我不懂哎。要爬無名山西峰之前的陡坡啊，等一下還有50要發生。這不是今天最難的。目標是寫無名山10，到底是10什麼？這裡真的是嘴不滑散步。你走得比我快，因為重力加速度嘛，重心比較重。如果這邊是奇萊東稜的話，那應該就是什麼帕托魯山，還有太魯閣大山。無名山西峰是今天的第2顆百岳，好希望它不是這麼累。要繼續走。對啊。好，好好哦。好，不要踩點，就還好。哦，還沒到哎。右上角那邊才是。这邊是第 N 座非百岳，千辛萬苦的無名山西峰到了，沒有三角點哦，好酷哦！那它這邊有一個牌子，看一下，嘿，這裡無名山西峰，拿着。有是很無辜的表情，很累啊！看起來，你看哦，我們剛剛從那邊明靈山那樣過來，這麼遠呢？一路過來，距離很遠。可是這邊看起來到無名山比較近，但是上河很遠很久，所以都要難爬吧？對啊。
12:07，我們離開無名山西峰了，在這邊休息吃東西，然後飛個空拍，要前往今天的大魔王無名山，也是這趟北二段最高的百岳，就在無名山旁邊而已。我今天還想說，我們會太晚走到，會不會在這邊迫降？可是我們就現在在這裡迫降。那明天要走很可怕，很遠的，因為有些沒有看布條會走錯路。然後我們現在準備要下切，希望前面這個是鞍部。然後因為前面那個很巨大哎，如果這個前面這個不是，應該前面過上去就應該就是人道分離的地方吧？對啊，終於來到這一刻，這就是著名的那個無名西峰到無名山的人胞分離。人胞分離耶，我覺得我現在灵肉也要分離。你準備好了嗎？好，20分鐘。不行，看一下哦，就是這個上去。好，因為它是上面有一個地方是凸出來的，所以很多人都會說那是90度在往外凸。好，我先觀察一下地形。還要抓繩子哦。抓好哦。那我们常人胞分離，你是不是沒辦法2隻手都抓在那個繩子，對不對？因為它在同一個地方，不行就下來哦。哦，差一步，差一步，快到，快到！左邊有踩點，對，啊！完成了，完成了！啊，還好嗎？有沒有扣傷？還 OK 嗎？手很酸嗎？哇，往無名山的路上，很多這種妖嬈的細的邊坡，下面真的很深呢。我記得還要再上去之後還要再往下切，痛苦啊！這就是近在天邊，遠在眼前。近在眼前，遠在天邊的無名山，也是這種地形。然後剛剛人胞分離這麼長，一次就過了，很快。然後我最後還是人胞分離的過，因為我第一次就把手力氣用完了，太辛苦了。第一次沒有爬上去，手就好酸啊，累。能喘一下，這個壯麗的岩石真的是壯觀。
翻過這個假山頭，就要信心崩潰了，因為無名山感覺上去前，下面還有一個很深的峽谷，要下去啊！天啊，這個上攀要400公尺，有人在上面。對啊。上无名西峰的路就是一直走在懸崖邊坡旁邊的樹林裡，繼續走了，還有好長一段哦。啊，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平台，可以休息一下，然後再往右上去就是看起來好陡的一段。不過目視好像踩點不錯，再看看，很想回家。小心哦！这個受了很危險。甚至陡上來。又要拉繩了，又要拉繩了！不是很陡就是拉繩就是陡下，不是很陡就是拉繩就是陡下，不是很陡就是拉繩就是陡下。今天就是這樣，不停的輪迴啊！你上來這邊就知道了，上來這邊很可怕。不想知道。嘿，對，甩過去，甩多一點。右腳先跨過去啊，可以嗎？可以，可以，好，小心哦，小心哦。這裡看得到大霸尖山誒，對啊，我拍你爬上來的樣子，然後再跟大霸尖山合照。哇，好多這種路地形，大霸，这段是我覺得寄人8分里以外第二難上的地方，因為它要上來的右側沒有什麼踩點，然後那個木頭有一段會搖晃，那小心哦，可以滑就一鼓作氣。哦，那根木頭如果斷掉的話，我還真不知道這個要怎麼上來，對不對？快到第一個山頭了，哦，上到這個碎石坡了，挑戰啊！破碎的無名，哇，這個很辛苦。後面就是敲陽殘壁，深，前面很深。高，本以為是這一座，這一片，哎，不是，是這一座哎，那個是假山頭，到了，對，到了。啊！終於4點26分，聽到嗎？啊！無名山，啊！
刻骨銘心啊！啊，好感動啊！很拍，然後接下來就是又拍到死亡連線，這是三明治的第75座百岳，無名山。後面就是上個月去過的中央尖山、尖閣啊。现在10點53分，準備要離開銀山了。剛空拍非常滿足，現在真的是雲，附近的雲都蠻漂亮的。從無名山看中央尖山真的漂亮。我們準備要走了 ，Go！ 無名山下來旁邊就有一個營地，所以如果真的走不動的人，可以紮營在這邊。如果沒下雨的話，應該是不會積水。離開無名山一直走，就是一直看着中央尖山跟中央尖西峰，還有那個甘薯南峰，還有甘薯峰。然後明天就從甘薯南峰的岔路下遠多治山，這樣下去，再切到林道，繞一圈出去。到无名水池前還要過一個老年的箭竹林，不過只要不是濕的，我現在覺得箭竹林都是好的，雖然剛剛有點渣渣的。看得出來，這段走的建築的人就比剛剛無名溪前後的建築的路徑還要踩得清楚一點。很多人只有單攻無名甘薯，就會比較多人走這一段啊。無名山下來是有上有下，有陡下，辛苦了。這邊森林很長了。很快上河要50分鐘，走了40分鐘，終於到了惡名昭彰的無名水池。為什麼說它惡名昭彰呢？因為我至少看過一堆人喝了它的水拉肚子，而且是可以拉很多天那種的，所以太多蟲了啦。這個真的敢喝真的是厲害。
啊，一堆建築啊。我們在5點半來到了那個無名池的紮營地，有好多空地可以紮營。哦，你们也來紮營了？對，從哪邊走過來27.5K 的明文山登山口。啊，快死掉了！那邊過來的嘛？對啊。哦，厲害哎！沒有厲害。這條路真的不好走，你有走過嗎？沒有走過。對，他們說應該是掉第5障礙了，很難走，對不對？懸崖峭壁，超難的。我覺得比中央艱難走。啊，今天中央尖山的雲啊，好漂亮哦，快要日落了，有這種雙層飛碟雲。3人線的日落。现在4點55分，我們準備要到鬼門關山，然後在那邊拍日出。其實鬼門關山名字聽起來很可怕，但實際上它其實應該沒有昨天無名山可怕。它有個斷崖啊，當時是因為民國初年，百岳的4大天王其中一個叫刑天正，還有像李明輝，他們當初在走中央間到無名山到碧鹿山這條路線，中間因為有遇到一些狀況，所以他們好像有從那個現在叫鬼門關山旁邊的那個西側那邊斷崖那個地方，有一個小密瓦爾溪，這邊不知道是上氣還是下降，因為那邊太陡了，他們這邊只是遇到極大的困難，所以他們覺得那個地方真的很可怕，所以你就把這邊叫做鬼門關。然後當時也因為走無名斷崖，也不是像現在的路線，所以又就把無名斷崖也又叫做閻王關，所以這路是真的不好走。我們現在從無名水池的營地走過去，大概20分鐘就可以到鬼門關的山，應該不難到。好，把握，你知道嗎？身為三明治的我們，總是要有一天是可以拍到日出的，空拍吧。鬼門關過去就是甘肅南峰了，所以它應該是下切多，上升少，再上去一點點就到了。我這邊還有一個池啊，他們昨天說怕無名池太髒的，就是可以來這個漢奸池取水，看起來上面的那個雜質是比較少。雲海，日出，我被擋住了，是中央間西峰。
現在5點41分，我們準備前往鬼門關山的過去甘薯南峰的鬼門關斷崖，小心走，微妙。我們要開始傳說中可怕的鬼門關斷崖了。经過昨天5米斷崖的訓練，感覺這個就沒有那麼可怕。下面就這樣子，但是兩側斷崖視覺感還是刺激十足哎。斷崖前段有高度落差大的地形，困難的地方都有繩子輔助。斷崖這樣子，难度不是，但是视覺感有點可怕，因為真的很高。是跟无名斷崖比起來，真的是無名斷崖是99分的話，這個呢是60分吧。那就是一路往下。下面就這樣子，哦，真的，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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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幸会，你們是從那個无名甘薯這樣子？哎，對啊，哦，我們比較輕，先上無名。真的想要拖野，可是我在待会到那個人線那個斷崖那邊風會又會大，一路都下切。抓好哦，有繩子哦。幸好不是走右上邊那一顆，天哪，把我嚇死欸！是腰繞。走到這邊要切人線左方，下方落差大的斷壁才會有拉繩。快要下到安部了，這邊下去到底。應該就是準備往上了。我們剛剛就從上面那麼高的地方下來，應該有30米吧。要看左邊了。對，左邊這條繩子再往下。往右，对，那個平台，然後一樣拉了繩子，然後左腳往左，然後右腳還有個踩點，那個有點淺，
右邊還有一個更寬的踩點，不過沒關係，應該都可以。然後可以對，再來就是爬升的吧。你刚刚從那邊過來嘛，然後不是走右邊的崩壁，走左邊的腰繞，走在剛剛右邊崩壁的左邊，安全多了。最危險的就是咬人了。对，我還以為要從這個爬上去。我剛想說我不要走了。但是經過昨天無名山的洗禮，這個應該還好啊。沒有，我還是沒有辦法。從鬼門關下來，大概走了1個小時多，快要2個小時。現在剩下40，海拔55，就到甘薯南峰營地了。然後張本長現在極度的肚子餓。其實我覺得這段斷崖到甘薯南峰危險的地方就是鬼門關山下來那一段，對，那段陡降。其實後面這段看起來好像從視覺上看起來都是斷崖，可是實際上它都是走在建築的林道，其實還算相對安全。7點54分，終於到了甘薯南峰營地，大概可以扎4、5個營啊。所以東西放這裡。對。然後輕裝過去甘薯峰，現在8點04分準備出發了。然後，大概整裝了10分鐘吧。希望回來我們的裝備還是完璧歸趙。這成語是對的嗎？好，完美無瑕，完好如初。甘薯峰就是一開始會一路一直下去，大概170到200，回程再上升，然後去程會再上升。2997，我們大概花了23分鐘到最低岸，再來就是要爬升了。对。我们刚刚搞错了，走到1公里的地方才是最低岸。走了，大概快40分鐘。下岸部之後，開始上爬，就開始體驗另外一種 C 加的苦難了。上面的藍天好美好棒哦，走起來心情好舒暢。
我們到了，這是這趟北二段最後一棵百岳。我們來的時候走了100分鐘，這離中央間好近哦。那應該就是往中央間首南線的路。甘薯峰，這是我們三明治的第76座百岳。现在10点11分，準備離開甘薯峰啦。回程上去甘薯南峰，這是一個大考驗，就是去程怎麼上，回程就要怎麼下。這種攀岩的地形，甘薯峰不可少。這是第2段高繞。我們當準備回程，走。下坡速度總是比較舒服一點。90分鐘回來。剛快10分鐘，有沒有路過？對，下都可以路過。下山了，遠多至山準備出發了，12點05分。我們剛剛回程走比去程快，上河其實都是140分鐘來回，但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因為有吃那個能量包，所以回程上山的時候走得比較快。從甘薯南峰到遠多至山，再下到耳吳溪，總共要下降1250公尺。
我們應該快要到遠多治山了，走了34分鐘。下面應該還有一個很大的營地，然後再往下走。剛剛那個大哥說，從這邊走下去應該還要20分鐘。剛剛那個後面那個高高應該就是遠多治山。哇，現在在遠多治山了，我們又要來一段百岳情歌，興奮嗎？張班長？好像自己不是遠多治山啊，遠多治山的營地啊，我刚看那個以前地圖標示是啊。哦，我唱一首很應景的。最近燕姿才剛開演唱會，希望她也有唱這首歌。踩着月光，打開車窗，離開這城市，想找個解放。一路開往最高那一座山，孤單的想象，寂寞的逃亡。耶、我知道學他，我像是偶爾難免沮喪，想離開，想躲起來，心裡的期盼總是填不滿。我看着山下千萬的窗，卻不再感到失望。今夜的，就算會失望，也還要去闖。耶、這是燕姿的獨特的唱腔，你有感覺到嗎？有。那你知道你是孫燕姿的化身嗎？她每一首歌你都会唱，比我厲害啊！那這首《逃亡》你有聽過嗎？有啊。不，什麼不？你知道我在開車的路上啊，只要放到孫燕姿的歌，她都可以唱，真的很可怕。有些歌我根本就不會唱。好。繼續趕下山啊！我們從甘肅南的營地走到這個是遠多治的下營地、前營地。這邊我們大概走了1個小時整，因為海拔2700多。大家如果不想背水上來，可能可以做功課，看一下這邊怎麼找，因為好像協作們都知道，還是這是協作們不能說的秘密，不然為什麼之前都沒有查到？還有800要下，這裡下營地也蠻熱鬧的，帳篷一個一個。這都是來走無名甘肅而已。對，一路趕路，從甘肅南豐營地一直往下，現在走了1個半小時了。現在海拔在2400，還是2350左右。還有400要下，到爾吾溪，跟時間賽跑。有啊，我們終於看到溪水了。哇，這裡我們待會還有一段是攀繩下去，爾吾溪啊。2点35分，我們到了爾吾溪了。
我們總共走了2個半小時，沒有想象中那麼快，這下降很多。本來如果住3、4天的話，預計在這邊紮營的，可是現在可能在想，應該是要推出去，小心不要滑倒哦。過溪了，現在3點了。結果後來評估後，我們還是決定要推出去，因為很想要和楊子趕路。現在鵝無溪跟之前走法不一樣了，以前路線是要過2次，現在只要過溪1次。過這個小木橋後要左轉，然後一路隨着鵝無溪的上游走。鵝無溪海拔1915公尺，7300到17.5K 的岔路口海拔是2600公尺，這一路要爬升約690公尺。我们刚从那邊那個木條爬碎石坡上來，然後上來之後有一些疊石可以看哦，然後再接近森林裡面，繼續走啊，這裡好多蚊子和小蟲。大概在2220到2280這一段，完全是一個大魔網，就是那個沒有路可以走，只能靠拉繩往上。我們2個爬到快往生了，想不到我這麼放屁也會收錄進去啊！會，還有320高度要爬，太長了，是重裝上大屯山。對啊，不止吧。剛剛拉繩之後，接下來就都是這種林道，希望可以再走久一點，不要有太多拉繩的地方。都是未知數啊！我們還剩下170的爬升，就要到林道了，撐下去，撐下去！終於到7300到17.5K 的岔路口了，走到生無可戀，走了3小時05分啊，比上河還要慢啊，因為太累了太累了。前面緩的時候也是慢慢走。因為我記得你後來有車比前面快一點啊。有啊，超快。我們4天說減成3天走完北2段，現在7點42分，今天快要走了13個小時了。我們車在前面等我們了。他們當幾分？350，滿分150，滿分100給350啊。對，反正不管怎麼樣，我覺得這是滿分就對了。真的好累哦。下次看，再見啦，拜拜。